就凭后面那位大姐的技术，你觉得一时半会儿走得了吗？没事儿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我等你告诉我是什么型号的。对，我烫死了！笑什么笑啊？喂，干嘛？你下来！干嘛？不就是持久战吗？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走了，我就等你告诉我。啊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坐在车头上听听音乐也是不错的。于有为有的是时间。哎，你是不是想知道型号啊？啊？我听不见。哇！你干嘛？告诉你型号啊！哇！你还听这个音乐？你是上次跳舞没过瘾是吧？你不是需要表的型号吗？我给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过来一点嘛。不要动！喂，这样很疼！哇，干嘛呀？喂，你怎么这么粗鲁啊？我看你现在打工的工资没3年买不起，所以我告诉你，现在要做的是努力赚钱，努力工作。这3年不用再来找我了，谢谢。如果没有这种表的话，我还是会来找你的。随便，你包拿走，明天就还你。神经病！大姐，你有病吧？人家都不让你还了，你说你这逞什么能啊？你这是？10万块！大姐，你看清楚，这是普通款的价格，他那个是限量款，这才是它的价格。25.8万！哎，这不抢钱吗？本来想给诗薇个惊喜的，哎呀，现在看来还是送个卡西欧吧。这又不是劳力士，它凭什么这么贵啊？是网页搞错了啊？哎，你别找人家网页的问题了，现在有很多低奢品牌，你们这些普通人是不知道的。他又不是那种懂得低调的人啊！哎呦，屁股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说不定他那块也是别人送的呢。哎呀，你别看这些没用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去找人家一趟，好好的跟人家道个歉。他那么有钱，说不定就算了。你有病吧？啊？我凭什么跟人道歉？哎呦喂！哎，您这一穷二白的，你拿什么还啊？
哎呦！没找着吧？哎呦！反正手表也泡不烂，过几天再找吧。是，泡个10天半个月的没事儿啊。走了，上班来不及了，快，快走！啊，这是于小姐考我们帆船队打的水手节。从哪儿来的？您不是说修车之前把车里东西给您送过来吗？这根绳子我不是扔在帆船队了吗？我以为你会用呢，我就放到车里了。扔了。自己不会扔啊？说什么？哦，扔，我马上去扔啊！等一下，放下。放下。哪有这样的水手节？这是我自己发明的，爱家是双八字节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叮咚，这是哪儿来的？姑姑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几天偷偷留意了一下于右卫，我发现啊，她明明是个下三滥酒吧女，还老搁那儿装的有模有样的。哎，要是韩明哥知道了这件事儿，肯定不愿意跟他纠缠了。以后没我的吩咐，少出去跟他谈。姑姑，行了，这次我不拦着你，你可以给韩明，不过不要太刻意，知道吗？嗯，姑姑你最好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哀家，啊，又怎么了？慈善宴会的时间定了吗？定了，下周5。嗯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喂，是我，帮我办件事情。韩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吃的呀，这可都是我早上亲手做的。你呀，整天忙工作，总在外面吃东西，对身体多不好啊！来，尝尝。吃啊！这什么东西？传单啊，刚才别人在外面发的。怎么啦？有为？啊？不可能吧？还真是于有为啊！哇塞，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呢。韩明哥，你说这要是传出去的话，被媒体知道了，就是丑闻呐。堂堂丁氏帆船队的队员，在夜总会做小姐，这不太好吧？那不是小姐吧？喂，都穿成这样了，还不是小姐啊？哎呀，看什么看？赶紧扔了，影响太不好了，真是的。好吧，谢谢你今天弄吃的给我，下次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自己会吃的，谢谢。哦，那你这次记得吃完啊？嗯。那我走了啊，你先忙吧。于有为，你真的那么缺钱吗？
你是谁啊？你不记得我啦？我是岳薇的好朋友啊。哎，那天你不是跟你朋友一起来这儿喝酒吗？你朋友还要我陪酒来的，想起来了吗？你那天那个舞跳的真的挺好的。什么舞啊？就是比赛的时候输了跳的那个呀。噔噔噔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从小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看见可以跟我们佑薇媲美 Mamba 舞的人呢。他也会跳吗？当然啊，你来不是来看佑薇表演的？对不起，我不是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，说声对不起。不用了。哎，我听佑薇说她要赔你手表，你能不能网开一面？要不然就算了吧。他是不是知道了价格，被吓了一跳？哎，不是，他是知道了那个价钱，还坚持要赔给你。不自量。哎，他就是嘴硬，其实他根本就赔不起。你怎么知道他赔不起？他要赔得起，他就不会来这种地方跳这个舞了。哇，这两个，没有啊，我看他很享受的。不是，他根本就不享受。其实，他从小就喜欢帆船，为了家里，他已经错过很多次学习的机会了。这次好不容易进了丁石帆船队，他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我没有兴趣知道他的梦想。哎，我知道您没兴趣知道他的梦想，我就是想让您知道他的处境。他除了要供他弟弟读书以外，还要攒钱赔你的手表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跟您说，因为他真的很难。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手表的事儿算了吧。他从小就喜欢帆船，为了家里，他已经错过了很多次学习的机会了。几度时间，我们的相遇，已经忘了什么是冬季。喜欢你，没什么道理，也许上天已注定。这次好不容易进了丁石帆船队，他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黑夜或黎明，不管是梦里或清醒，闭上眼睛，用心去回忆，全都是你的天地。没有你，我哪儿都不想去。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你不是说3年之内不想见到我的吗？为了尽快摆脱你这个麻烦，我决定缩短你还表的时间。多长时间？10天吧。10天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这么短的时间，你让我上哪儿凑25万去啊？没钱还敢追我5公里？谁说我没钱了？我现在就还给你。有什么了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要钱吗？哼，不就是还钱吗？给你，通通都给你，还有，全给你。我就这么多钱了，剩下的等我有了钱之后，我会再还给你的。你说没钱还就算了，那你说到底要怎么样？分期吧。分期？这是什么？自己看就知道了。
合同？这是我们韩氏的聘用合同，工资是丁氏的3倍。每个月发了工资之后，我会让财务部扣掉你1半的工资，还我的手表钱。你为什么要签我？因为到目前为止，只有你最适合当我的战术师。听起来不错。对呀，签了合同就生效了。给你。恭喜你。这什么字？有钱了不起啊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给我5倍、10倍的工资，我都不会去你们韩氏集团的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真图报啊？丁董事长对我有恩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丁氏集团的。还有，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。就算你聘请我去你们韩氏集团当总经理，我都不会去看你脸色的。你跟我的想法都一样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块表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，要找就找一模一样的。我建议你没事可以潜到海里面去捞一捞，如果捞不到的话，25万块，10天之后你还给我。你说什么？他真的下海捞表去了？绝密管道消息，绝对可靠。哎，韩总，车我已经准备好了。9点钟的晨会呢，我特意往后推迟了1个小时。你先去见完于小姐回来再开会。你可真是了解我的心意啊！我也该考虑考虑，给你的职位变动一下了。哎呀，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我对我的职位十分满意。你要是奖励的话，3个月的工资，外加1个月的补助，可以吗？哎呀，韩总，人家跟你开玩笑呢。一会儿到财务自行申请扣除。我这不都为您好吗？看着你爸爸给我爷爷当了几10年助理的面子上，我才容忍你到现在。你要是再自作聪明，就马上给我走人。准备车。啊，那我们是去开会还是？开会。海滨城市旅游计划有以下几点：1、发展计划；2、计划大纲；3、临海城市调查；4、费用估计；5、实际方案。我们各季度资金的调度情况项目，第1年占有率是20.4%，第2年27.4%。你们知道客户最重视的是什么？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自身的安全。伤残人士没有心情享受什么无敌海景。这份方案最缺的就是安全方面的设计。啊？重做。哎呀，这不是。你这个疯女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就算是我有病，也是被你逼的。海里面全是礁石，布满了海草，很危险的。万一碰到鲨鱼怎么办？你大白鲨看多了吧？我跟你说安全，你说什么电影啊？我说你这个人有没有点常识啊？鲨鱼怎么可能跑到近海来呢？就算是鲨鱼跟你一样没有脑子，它跑到这满是礁石的浅海来遛弯儿，
那也还有防沙网拦着他呢。哎，走。你干嘛？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不要我管，你还欠我20多万呢。你放心，就算是我死了，在临死之前，我也会告诉我的家人，把表还给你的。我记得好像跟你说过，我可以让你分期付款。你的分期那是遥遥无期，我可不敢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宁愿下海捞表，也不愿意到韩氏工作？嗯哼，是的。那我可告诉你，我那款表后面有我名字的缩写，如果你要找，就给我找一模一样；如果找不到，你不分期也不行。我一定会把手表找到还给你的。好啊，我等着你。没有你在身边的生活，或许生活也算比较好过。知道你没有那么爱我，却一直隐忍着不敢说破，猜不透你的忽冷忽热，我看透了自己的软弱。收拾我最初的感动，这样一来我们变陌生的没法说。你不能够体会用心去爱过的感觉，轻易就说出口，没用心领悟过每个伤口，算什么？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哎，刘备，找到了，有为。哎，你胳膊怎么了？有为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说你搬不动，告诉我们俩一声不就完了吗？划这么大个口子，不行，咱们得上医院。没事，我觉得就是这一块啊。可为什么上面没有字母啊？你说这喝多酒的人是不是都喜欢丢手表啊？啊？怎么这么多呀？哎，多了也没用，这一块有名字缩写的也没有。等我休息一下，我接着下去给你捞，我保证给你捞出一个后面有名字缩写的。等会儿，我怎么觉着不对呢？不对，怎么不对了？这款式跟型号是一模一样的，怎么会没有刻字呢？对呀，这后面什么都没有啊。没准他是故意的呢，他是在耍我。没错，我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，就是这块。哎，有为，他还没回帆船队。你来了怎么不说话？我刚看你看的那么出神，就没叫你啊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我看看。哦，韩明哥又盯着我们家帆船队看，小心，小心我告你偷窥商业机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专门来请韩总莅临周五丁氏集团的慈善宴会啊。不去。喂，太小气了，不就输了一次吗？哎，岳薇小姐，我要见你们总经理，让我进去。于有为，你来干什么？丁总，我是来还东西的。你先去忙吧。
哪块表是你自己的，你选吧。全都不是。韩明哥，这不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丁总，您说这块表是您送给他的？当然是我送的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块表的后面有刻字吗？我没刻字啊。听清楚了吗？没有刻字，我们两个两清了。还有，我希望您说话算数，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去韩氏工作的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世界级的所有名表都是终身免费维修的，维修费我就不跟您客气了。这些送你了。这艘船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当然关我的事了，这是我做的好吗？你做的？对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小鱼干不错，你闻闻。错过今天再也没有了，纯手工打造的贝壳。你说这两个哪个好吃啊？便宜了，走国路走路上面错过，今天有，明天就没有。城管来了，这城管来了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都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站住！都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哎，你别到处乱跑，你要累死我呀！真是，走了。我听见哀家的声音了。你这傻小子，怎么可能呀？哀家怎么可能在这儿啊？啊，走了走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哇，原来这艘船是被你捡了去啊！手松开，别碰。于有为，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跟你有关？如果没别的事，麻烦你离开。我的地毯很贵。天天跟螨虫待在一起，怪不得脾气这么坏。拜拜。哎，韩明哥，你还没跟我说这表怎么会弄成现在这？别闹了，出去。你怎么还跟他纠缠？出去。这也太奇怪了，韩明哥是鬼迷心窍了吗？于有为都这样了，他居然还跟他纠缠在一起。最可气的是，他让于有为把我送他的表给扔了。你进去看过他表演了吗？表演？看他干嘛？所以说你还是太嫩了，你这样怎么能笼络韩明的心呢？这样吧，姑姑帮你一个忙。怎么帮啊？把这个拿给于有为，让他来参加宴会。于有为？姑姑，这可是咱们精心组织的慈善宴会，
你为什么让他来啊？小范围如果搞不臭的，那大范围也许会好呢。我明白姑姑的意思了。我只给你支个招，至于怎么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哎，小姐，这里是宴会厅，人事部在那儿。人事部？你不是来应聘服务员的吗？啊，我不是来应聘的，我是来参加慈善宴会的。哦，对不起，小姐，请问你有邀请函吗？我有邀请函的，你稍等一下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，邀请函忘带了。对不起，没有邀请函的话，我不能放你进去。我真的是来参加慈善宴会的，我真的是丁世杰。他是跟我一起来的。哦，对不起，韩先生，您请进。想不到你那么紧张啊！谁紧张了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太 low 了 ？low？ 我可是冠军队的成员，好不好？要 low 的话，也是你这个手下败将比较 low 吧？嗯，好。韩明真的是不错啊！韩明哥。韩明哥，丁总，你们怎么在一起啊？哦，我们两个刚好在门口撞见了。这么巧啊？有为，你今天是不是来的着急了？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说我们的冠军功臣怎么能穿成这样？是吧，韩明哥？没关系，我今天带了好几套衣服。要不你去挑一挑？不用了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我挺自在的。没事，时间来得及，我那儿肯定有适合你的。真的不用了。是啊是啊。那你们先忙，我先进去了。好。韩明哥，你看你也不说话，我们去那边吧，徐总应该到了。徐总，我觉得不错。以后还希望跟你们多多合作。我先适陪一下，韩明哥，你陪徐总。徐总，我们可以。各位来宾，接下来有请丁氏集团的丁爱嘉小姐给我们说两句好吗？大家有请。各位好，我是丁爱嘉。首先呢，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有关丁氏夺冠的消息充斥着各大媒体。在这里呢，我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。我们丁氏集团将会继续努力，做更多慈善的事情，来回报你们，回报社会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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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说到丁氏夺冠的事情，有一个人他是功不可没的，这个人呢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于幼薇小姐。
有请有为。我相信在场的朋友们都想充分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于佑薇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宴会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出来了。刚才在门口的时候，门童还误以为我是来应聘的服务员，差点没让我进来。没有关系啊，但凡是有才能的人，不都长得其貌不扬吗？对吧？有为，我们都想知道你为什么可以操纵帆船，操纵得这么好呢？是不是离不开你从小到大的训练呢？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开过帆船。可是那天比赛，你并不像从来没有开过帆船的样子。从小到大，我开的一直都是渔船。渔船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佑薇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比赛的时候把我们的帆船当作渔船来开，所以呢才能如此自如。其实，有些东西都是差不多的，毕竟都是船。那从小到大，也就是说，你是在你父亲的渔船上锻炼和培养了自己这种操纵帆船的能力吗？没有。那你父亲呢？难道他没有从小教你开渔船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在监狱里。啊？监狱啊！现在还在监狱吗？还在监狱呢。这样的家庭成长的，真是。佑薇，对不起啊，我一直以为你应该跟在场的所有人一样，从小多多少少接触过帆船。其实我是一名渔家女，我从小在海边长大，也可以说是在海水里泡大的。在我心里面，大海就像是老师，像朋友，更像是妈妈一样。我觉得帆船是我跟大海最好的对话方式。要成为一名真正好的帆船手，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和爱，把帆船和大海当成是自己生命一样的去爱他们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好。别看。